这一期很特别，小伙伴们，请允许我感动一下，几近落泪吧。希望大家能用宝贵的时间把这一期看完。哎，大家伙早喽！2月24号星期五，马上就是周末周日的大阪马拉松。我现在在这儿就是起点的位置，起点就在这个路周围。这是大阪城的西南角。然后终点在大阪城里，就是最近我老折返那条路的。那天我说搭着好多白色的帐篷了，已经开始，就是那儿。现在起点的拱门还没装上，但是我估计明天就会有了。明天还是正常训练加练1天，这样后天呢就能够拍大阪马拉松了，后天就休息。这是我开始跑马拉松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城市，这城市举办马拉松，并且这个马拉松规模还不小，然后我不参加，作为观众的体验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儿已经开始了，一会儿给大家看啊，这儿已经运来了移动卫生间，昨天还没有，看这些车都是移动的卫生间。哎，这儿是那天的详情，这张图。因为今天周五了嘛，肯定今天就要开始施工了。今天还是跑一圈去终点那儿去折返。这2天已经有很多来跑马拉松的人在这儿训练了。这儿进去就是去大阪城的那个主城那儿的路。昨天 WOD 软件的作者回了邮件，然后把我加到了他们的测试的名单里，就是苹果的 Test Flight， 我已经更新了。更新里也没有明确的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作者跟我说是的，这个问题明显是它是这样，我发现啊，用高驰数据也没有问题，说明高驰跟 Stride 是之前，因为高驰跟 Stride 是有官方合作的，之前肯定已经做过大量测试，就是他们发现硬件时不时会上报一些所谓的噪声数据。其实这也简单，昨天我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如果作者没有说我会跟他咨询能不能发现某一个点的数据明显是不对的时候，就丢掉这一点。作者也是这么做的，跟我说，因为这个不复杂，而且出现噪音数据的频率不高的，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而且这一代 Stride 不是说比上一代增加了5倍的采样率嘛，对吧？今天就已经回到原来的配置，新版的测试版的软件试一试。然后作者的更新日志里写，他在尝试用 Swift 的 UI 重构，感觉要踩很多的坑啊。这东西这么多年了，还是很多地方有问题。不过这应该一开始就是个个人作者，可能现在也是，而且是终身买断制的软件，不是订阅制的，还是挺好评的。这个碑这块叫老人的森林的森，你看都是马拉松的相关的提示了。今天跟大家伙聊聊设备数据，再聊聊东京马拉松吧。大阪马拉松我会在路边拍摄，因为我住的离这儿离新斋桥都不远，然后看看能不能在能开播的平台直播一下，国内的没戏了，因为咱也不是专门玩直播的，像他们专门弄直播的可能有什么办法吧。
我也不太懂。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没有太多精力研究它。包括东京马拉松，不瞒大家说，我这次连能量胶什么的都没准备，就博览会的时候看，随便买点就得了。然后鞋也没有认真准备，就穿那双前几期跑过一次的定制的2代 Next 的，那个不太适合全力以赴的比赛，因为比较沉，定制那个面的要比普通款的还沉。但是这边没有新鞋了，又不想买，因为有好多鞋都在国内要寄过来的，所以这次真的就不那么拼了，小伙伴们，不要有太大的期望，我自己也不要有太大期望。昨天已经是倒计时10天了，因为2月少嘛天数，就是3月第1个周日，住的地方也定了。周5的上午去从这儿，然后直接去领东西。这次就多拍摄，多混点照片，再体验体验东京的赛道，玩一玩就得了。最近的确实，你看别说来到一个陌生国家了，换一个城市，可能我今天是第24天。安顿呀，还有工作呀，乱七八糟的，挺牵扯精力的，就没把马拉松这事儿放在心上，都没有什么要比赛的感觉。大家记得北京马拉松之前，我基本上那1个月都在一个相对备赛紧张和各种解决问题的状态下，这次没有。期待东京偶遇啊！我猜在日本生活的小伙伴在东京呢还是相对多一些的。今天轻松跑，随便跟大家聊，跑短一点。一会儿再换个视角，等我到终点那儿的时候咱们再聊。看，这都是在准备的车辆和工作人员，这边就是终点的白色帐篷的区域。一会儿咱们折返了再接着给大家看。刚才终点的拱门已经立起来了，一会儿咱们争取跑过周日终点的拱门啊。东京马拉松的计划就是4分左右的配速吧，保证一个今年波士顿的认证成绩就行了。因为东京马拉松赛道周围还是挺有意思的，还在跟家属研究拍摄方案。不知道明天早晨这儿还能不能晨跑。关于跑步记录的设备啊，现在真的是百花齐放，是不是？从之前高驰的第2代的小破豆，到最早，我觉得最早的额外的设备，可以说相对专业的是佳明的第2代的心率带，就那一代还是可拆卸的，跟着 Phoenix 3那个年代左右出来的，能测2代的跑步数据、动态数据。就是像什么垂直振幅啊、触地时间这种。后来每一代佳明的心率带自己的配合自己的手表，就都可以。再到后来的尝试就是跑步动态传感器别在后腰上的，那个时候好像还只有佳明认真做这个，或者专门做这个。其他的像绑在鞋上的那种传感器也有很多，但是受制于技术吧，或者说是研发投入，包括上一代的 Stride 都准确度都不太行。上一代 Stride 已经是当时的我认为的冠军了，
但是不同的鞋、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校对系数，也是挺麻烦的。这一代表现很不错。不知道这次有没有从国内来跑大阪马拉松的选手啊？我还没了解，有知道的大家可以弹幕评论我。我给大家跑步监控设备的建议就是，大多数的数据其实都没用，一开始就关注配速、心率就行了。那些呢，你会通过长年累月的积累看出趋势的变化。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在有条件的范围内，尽量多的收集数据。我给大家做个简单总结啊，如果您是高驰系列的用户，就买它这个最新一代的小破豆，放在鞋上、放在腰上都行，就看您追求什么。放在腰上呢有触地时间，放在鞋上呢能调整配速和距离的准确度。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不能两者兼得。如果是高驰的手表配 Stride 是可以兼得的，就是所有大家了解到的2代数据都可以测。但是 Stride 要比小破豆贵几倍吧，3倍左右。不过他俩也是官方合作，因为吉普乔格的跑团就是这一套，在之前是这一套啊，现在不知道。如果您是佳明的用户，建议就是用它的心率带就行了。这样的话，当然如果您是一个温暖环境下的跑者，没有光电心率的问题，不像我又瘦又冷，那您可以用它的动态传感器别在腰上的，心率就依赖手表就行了。佳明的心率带有2种，一种是只有 ANT 协议的，一种是双模的。如果您只有佳明的生态 ANT 的就行，如果您还有比方说想连手机或者怎么着要蓝牙的话，就买那个双模的，但是会贵一些。表现上还不错，但是防水性能上其实没有他说的那么好。我有好几条用旧的，都有多多少少的腐蚀。其他手表的用户如果想要心率带的话，我比较推荐现在 Paula 这款 B 带光电的。胸带有时候确实是舒适度不行，这个 B 带我用了一个冬天，在北京那么冷，都很准确。国内的朋友上中国的亚马逊买海淘就便宜得多。我不会拦上了吧？要绕一下。有指引的，不能穿过去了。大家看，看了吗？遗憾了，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这儿还能过呢，就这一小圈儿。看，终点就在这儿了。但是第2天就是礼拜1，他没拆的话应该可以来。纽约的时候我就去了，正好要奖牌刻字在那儿。如果您是苹果手表的用户，手表的用户，我的建议是，如果您还是那句话，心率没有问题，光电的话可以不买心率带了。如果有问题呢，还是我刚才的推荐，Paula 系列的品牌的。至于动态数据呢，
比较新的苹果的手表都能自己做，准确度嘛，我觉得除了不符和触底时间不对，这之前都说过，或者说不符是明显的问题，其他都还可以接受。如果要配传感器，那首推就是 Stride， 这已经是最优解了。WOD 很快会修复这个对新款的兼容，它目前只是不能读新款新的那2个指标而已，问题不大。但是成本会贵，你看我这一套，一个 Apple Watch Ultra 和一个新一代的 Stride， 要将近1万块了，8000多了，是挺贵的。现在想想，但是我每年跑5000多公里，将近6000公里，也还行哈。上一代的 Stride 跑了将近1万公里，1000多块钱人民币。这就是我对这3条产品线的跑步设备的一个建议，还是建议大家有一块表，不管是哪个品牌。如果您是 Apple Watch 的话，建议就是上蜂窝数据，因为现在都支持了，也不贵，方便的多，出门可以不带手机，然后对吧？现在也不用像以前一样一定要扫码什么的了，并且 GPS 会准一些。我这是国行的 Apple Watch Ultra， 到这边用的是乐天的网络，开 eSIM 手表没有问题，都是支持的。行，那差不多跟大家聊这些，折返2圈就回家了。今天轻松跑，加油干啊！看，在大阪城公园遇到了台湾来的，您是台湾来的，台湾的跑者，来比大阪马拉松，来跑大阪马拉松。对对对，是特意到这儿来跑马拉松的吗？对，昨天到，想说这边一定遇到你啊，哎，太早了。刚才我看到终点，有 finish 我看到，但是现在终点不能从底下过去了，好，要绕一下。才到这儿。哎，昨天，对，还是挺近的，从台湾飞过来的话。每天都看你频道，哎，感谢您，感谢您。台湾很多人也都看你频道，感谢您，感谢您。今天计划就轻松跑一下，好，是吗？对，轻松跑的，因为剩2天而已。对，已经去领过东西了吗？哎，没有，今天早上。今天去。对，今天白天去。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不远了，所以那天会在路边拍摄。我看你都逆向跑，想说我顺向跑才遇到你。我就在这条路转一圈，我也就回去了。今天，因为我听后面有脚步声，我估计是在加速。打算跑什么成绩？我去年跑305。305。对啊，今天那没问题了，看能不能再破 PB 啊？可以的，可以的。好，领1年半，可以的。那您我都照博哥讲的，就是多有氧啊。对，然后把距离稍微拉长。对，我都达到12到16了，很棒，很棒。那今年我觉得3小时以内可以了。冲看看的，冲看看。我还没看这边的赛道是不是有很多的起伏，因为起伏是不大，只是会一直转来转去啊，在市区转。那还行啊，还行。这就是终点了。对，起点也是在那个地方。对，起点好像还没有开始布置。对，我看那边已经拉来了好多卫生间。这一条路折返还可以，然后那边就都是特别大的起伏的坡。我刚才关了机，这位老哥说特意带了礼物从台湾给我，给我感动的不行了，因为我俩没有底下的联系，他其实不知道今天我是要出现在这儿的。
太感动了，博哥，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不，您太客气了。哎，2月24号星期五清晨7点14训练结束，跑了13公里，1小时05，平均配速4分58，心率142，功率207，步频198。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吧？一位来自台湾的跑者，哇，好感动啊！大家看，这种拖鞋还有跑步的袜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描述我现在的心情。我无数次在节目里说过，大家也看到我去过很多地方，在有些不同的国家也生活过。我真的觉得普通人是时代的一粒沙，一生其实很短。我说在马拉松训练上要只争朝夕，生命其实也是这样。每个人努力的把自己的一生过好，过幸福，真的比什么都重要。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像我努力跑步，我们频道里有这么多的好的小伙伴，我每天看大家的评论，大家的弹幕，大家互相的打气激励，我觉得我们都是特别了不起的人，所有人都是，不管是哪个视频平台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吧，感恩感谢。之前在北京的街道上也碰见很多咱们频道的小伙伴，在各种的马拉松上，当然其实也只有北京了，那么多小伙伴在路边能够看到我，能够我们一起加油鼓劲。也许这一次的比赛您是观众，下一次的比赛您就是冲过终点实现梦想的那个人。刚才那位小伙伴刚刚跑了1年半，39岁，比我大，那位老哥，首马3小时29，很厉害，跑了1年半。他跟我讲说，听了咱们的频道，把跑量每个月都在300公里以上，就是要破3个小时。我相信后天的大阪马拉松，他绝对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绝对能够。我跟他讲，我说可以试试2小时55。他说他在台湾跑步的朋友和网络的社群里也都在看咱们的频道，当然可能是不同的平台。我觉得我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粒沙，一个渺小的跑者，不仅是身材上渺小，各方面我们都是渺小的普通人。我不管说我做的东西能够给大家真正带来什么，至少这么多人看到我还是挺受宠若惊，只能用这个词来说了。我会更努力的，我会更多的传达我更多的善意和真诚，传达我更多不成熟的小经验和可能我认为已经相对成熟的经验。今天在摄像机前，各位在屏幕前，之前有一段北马之后，我总有一些小感触，总在视频里感谢大家。好久没有很认真的感谢大家了。无论您身在何处，无论您是否跑步，看到咱们就是有缘的相会，感谢您放在我身上的每1秒钟的时间，感谢您。那行吧，最后说说比赛的事儿。周末有参加马拉松的小伙伴，明天就要尽量能不吃脂肪的东西就不吃了，增加碳水，增加蔬菜，然后看我之前分享的饮食的建议吧。3月19号，我如果没记错，参加无锡的小伙伴，这个周末是最佳的测试30公里的时机。如果你想冲成绩的话，全力以赴跑一个30或者32公里，奠定您马拉松的信心和配速的计划。那我们就加油干，明天我还会训练，明天咱们回评论。那我们就这样，然后祝大家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要回家收拾一下心情，也跟家属跟父母分享一下我的心情。也许上一辈人可能不太能完全理解我们的价值观和我每天在做什么，
但是终归都能看到努力就有回报，加油干，大家一起加油干，咱们明天见。